中国的酒文化已经2000多年了，白酒在中国老百姓餐桌上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俗话说无酒不成席，家庭聚会、婚丧嫁娶、招待贵宾、求人办事，酒都是不可替代的。因为酒能激发豪情，消愁解闷、解馋、解懒、解心结。曹操曾经说过一句话：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大诗人李白的《将进酒》也描述了很多酒后的状态。从古至今，不论男女，很多人都喜欢喝酒。刘嘉玲也说过，一般女人不喝酒，喝酒的女人不一般。说到中国白酒，那就不得不请出我们今天的2位主角，茅台和五粮液。据我所知，虽然他俩都是国酒，也都上过世界博览会和国宴的桌子，但是茅台要比五粮液段位高一些。首先，这2个品牌都有悠久的历史，而且工艺独特，它俩的香型和产地也不一样。茅台是酱香型主产区是在贵州北部，以前贵州省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茅台酒厂贡献的。五粮液是浓香型，属于四川宜宾的特产。中国白酒属于发酵蒸馏酒，主要香型有酱香、浓香、凤香、清香、尖香，还有一些特色小众香型，比如米香、老白、干香、芝麻香等等。酱香型的杰出代表是茅台，浓香型杰出代表是五粮液。茅台的销量和利润可能没有五粮液高，但是茅台的档次可比五粮液高不少。它俩是第一和第二的关系。先讲茅台，在贵州北部赤水河畔有一个地方叫茅台镇，茅台酒也因此命名。茅台酒的品质跟这个地方有非常深的关系，是不可复制的。茅台镇依山傍水，北纬27度50分，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，受海拔高度和岩石风化后成土母质的影响，它的土是紫色土，非常适合红缨高粱的种植。红缨高粱有2样核心东西，一是它的支链淀粉含量超过 88%， 比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高粱含量还高，而且这个高粱粒小皮厚，做白酒需要经过多轮翻烤，皮厚可以防止营养物质流失。二是红缨高粱酿的茅台酒含有 2%到 2.5% 的单宁，单宁可以让酒达到香水的效果，前调入口微苦，中调回甘，后调余味悠长。茅台酒的独特，除了原料之外，它的酿造工艺也非常特别，简称叫3高3长：高温制曲、高温堆积发酵、高温蒸馏。63度发酵，40度以上蒸馏，经过高温去除发酵过程中的一些无用成分，所以喝茅台酒不干嘴不上头。茅台酒为啥贵？第一个是时间长酿酒，首先是大曲，大曲要贮存茅台要储存6个月才能制曲，比普通白酒多储存3-4个月。茅台大曲的用量是其他白酒的4到5倍，上千块的茅台酒甚至需要3年以上的储存才能勾兑，这是其他香型白酒不具备的。第二个是生产原料用量大，茅台酒除了使用红缨高粱，还有大量的小麦，头2比占到5:1，也就是5斤粮食才能出1斤酒，一般的白酒才3。所以老话说就是粮食精，越喝越年轻。茅台酒为啥越放越好？因为茅台是为数不多纯天然酿造的，没有任何添加剂。贵州茅台酒、苏格兰威士忌和法国白兰地并称为世界上被公认最好的3大蒸馏酒，其中茅台的成分最丰富、最协调口味、最有层次感，它所含的微量元素大概有1000多种，远远高于另2者，并且有很多有益微生物种。据说日本人曾经拿气象色谱仪对陈年茅台酒进行色谱分析，发现含有230多个香气成分，有2/3到现在也无法辨识，不知道是什么物质。茅台酒是怎么发展的？1915年，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金奖，这是首次在国际博览会大放异彩。1962到1978年是茅台酒厂的低谷期，连续亏损16年，因为1998年之前，茅台酒厂还是计划经济路线，需要批条子才能拿到，出厂定价很低，每吨利润才几十块钱，可是经销商却能赚几千块。至改革开放之后，茅台才扭亏为盈。1999建国50周年时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纳了一瓶1949年的茅台酒，为此还举办了隆重的收藏仪式，也是唯一入驻了国家历史博物馆的白酒。如今茅台酒已经销售到全世界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，并且茅台酒的价值已经超过白酒这个范畴，在很多时候它是一个收藏品。接下来讲讲五粮液，它的总部在宜宾市，属于四川省南部地区和云南、贵州交界处。宜宾的纬度和贵州茅台镇惊人的一致，也在北纬27度50分附近。不一样的是，它属于南亚热带到温带交融气候，
平均气温跟茅台镇差不多，常年昼夜温差小，利于微生物发酵。四川宜宾也有和茅台镇一样的紫色土，还有水稻土、新基土。这种土壤除了适合种植高粱外，同样适合小麦、玉米、稻子等。为啥叫五粮液呢？五粮液的原料有5种粮食，分别是高粱、大米、糯米、小麦和玉米，它也因此命名。五粮液的特点是什么？它酿酒的窑土是弱酸性黄粘土，含沙量少，粘性强，并且含有磷、铁、镍、钴等，非常适合酿酒微生物的栖息和生长繁殖。五粮液酿酒的水用的是岷江中心河道往下90米深的古河道水，水质优良，富含对人体有利的20多种微量元素。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，还需叫迟老。五粮液的古叫迟群，可是从1368年明初洪武年间一直沿用至今。央视也拍过相关的纪录片。五粮液的发酵池是我国目前唯一现存的最早的地学式酒曲发酵池，而且一直用到现在，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。五粮液如何能一直延续这么久？宜宾有一个陈氏家族开的作坊呢，叫温德丰。在公元1900年，陈氏家族第10代这个人叫陈三。陈三在他们家祖传配方基础上做了改进，提出用5种粮食来酿造，这也是五粮液历史上非常出名的陈氏配方。现在已经公开的配方是个文言文：大米、糯米各2成，小麦成半，黍半成。川南红粮凑足数地窖发酵，天锅蒸。此方传男不传女。五粮液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，因为他当年把秘方献出来，奠定了五粮液今天的辉煌。这个人叫邓子军，被称为五粮液的传人。100多年来，五粮液的所有历史宣传都是通过邓子军的整理和叙述。为了纪念他，五粮液酒文化博物馆立了一座雕像，下面写着五粮液传人邓子军排第1位。五粮液是如何酿造的？它跟茅台不一样，五粮液首创了包包区糖化发酵剂。这个发酵剂是一个载体，让你空气、土壤、水里面那些微生物存活的载体，可以让150多种微生物帮助发酵。因为使用了5种粮食，所以五粮液的口味非常丰富，香味的层次也更多一些。把五粮液倒进杯子闻一下，这是第1个味儿；再把酒倒出来闻空杯着，是第2个味儿。过一小会儿你再闻，又是1个味儿。所以我的感觉是，想喝的香喝茅台，想闻的香喝五粮液。五粮液目前有全国最大的窖房和世界最大的酿酒车间，而且拥有行业最先进的全自动包装设备，包含检测仪器，它的检测仪器远远高于国家标准。五粮液的成功有2个关键，第1个是价格战略。五粮液这些年不断提高价格，逐步提高自己在大众心里的地位。第2个叫买断经营。1994年，福建一家公司跟五粮液合作开发了五粮醇，并且把五粮醇全国总代理的经营权买断。它目前是五粮液全国第1个买断品牌的经销商。后来五粮液开始实施这种买断战略，高端买断主要目的是占据品牌制高点，中端买断是考虑销量跟利润，低端买断是为了市场份额。下面咱们讲一讲贵州茅台跟宜宾五粮液的 PK 之路，它俩堪称中国白酒绝代双骄。从19世纪初的巴拿马博览会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最开始是名气的 PK 都在争第1，争国酒。事实上，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一大批老革命家非常偏爱于茅台，所以茅台有先天优势，也经常上国宴。但是茅台始终注册不下来国酒这个商标，这让五粮液看到了机会。1999年，五粮液第1次出现在建国50周年庆的晚宴上，五粮液也开始以国酒五粮液各种宣传。五粮液的口号是国酒不能搞终身制，剑指茅台。在产品方面，他俩也 PK。2008年，五粮液联合脑白金的史玉柱推出黄金酒，紧接着2009年，茅台就联合贝贝家的蔡方兴推出茅台白金酒。他俩都找的营销大师，成分配方还都差不多，都是药酒。五粮液是5种粮食6味补品，而茅台白金酒是18味中草药清方调养。从香型上看，茅台主要是酱香，五粮液是浓香，但他俩各自又跑去对方擅长的领域找事。五粮液推酱香，茅台推浓香，互相抢客户，互相 PK。 不光是产品竞争，他们的高层还对骂。有一次在五粮液股东大会上，当时的董事长王国春已经离职了，参加股东大会的时候，在会场上直接就骂茅台，说茅台酒护肝养肝这种宣传是不道德的，是不负责任的。然后茅台董事长袁仁国也出来了，说我茅台护肝保肝有科学依据，你五粮液你不懂别瞎说。
它俩在产品经营方面有个区别，茅台是一牌多品，就是一个品牌多个品种，在产品定位上面高端为主，低端为辅，以年份制为定价基础，50年、20年、15年，年份不同，价值不一样。针对中低端，主要推的是茅台王子和茅台迎宾。五粮液走的是多牌多品王侯式发展，从最贵的到最便宜的100多个品类。除了五粮醇、五粮春，下面还有子品牌金六福、浏阳河。五粮液跟茅台的差距现在也越来越大了。1998年，五粮液的营业净利润是茅台的4倍，到了2005年依然是茅台的2倍。之后五粮液就一直走下坡路。再说营收比例，五粮液的高端酒营收占白酒板块76%，茅台高端酒营收占97%，茅台的毛利率90%，五粮液只有75%。还有就是品牌比较混乱，各种系列非常多。其实老百姓经常讲的茅台五粮液，指的是飞天茅台和水晶瓶五粮液。除此以外，这2个品牌还有很多子品牌，但体量都不大。但是随着大家对酱香的追捧，茅台王子酒跟茅台迎宾酒的销量逐年上升。在品牌业务上，茅台除了主业白酒之外，还有一小部分是金融地产，但是五粮液不一样，五粮液有玻璃，有药厂，有化工，还有塑胶和汽车零配件。其实故事讲到这里，各位大概也能听出来了。现在这2大中国顶尖白酒的品牌，茅台还是比五粮液的档次逼格更高一些的。